子观，他都喜欢 cosplay。这一集其实应该说是完完全全为了子观而打造的。子观是我认识最喜欢 cosplay 的人。没有，应该说我已经玩很多年，然后还有这个我也玩很多年了很厉害的。你平均一个礼拜 cos 几次？就 CWT 前2天我有 cos， 然后 CWT 后我又有跟其他朋友约拍照，然后总共我连续 cosplay 7天。那就是每天，但是我每次在很累的时候，我都觉得我到底为什么要这么累？我真的有这么喜欢吗？但是我看到照片的时候就觉得，哦，好，我真的蛮喜欢的。因为我们其实3个都是玩很久的 coser， 我们的 coding 甚至比那个都跟现在的 coding 可以生出一个小结果我们的 coding 甚至都比现在的 coser 年纪还大，满18了，满18了。然后所以才来分享一下说，为什么我们就是从以前到现在玩这么久，然后我们自己的心路历程，为什么我们那么喜欢玩 cosplay， 跟中间有没有想要放弃，我们从这里面学到了什么，分享给雾里看花很想了解说为什么 coser 可以持续那么久的人。通常很多人就很好奇说，我们是怎么开始 cosplay 的？你们还记得你们第一个角色吗？我记得，我记得。怎么开始玩 cos 吗？对，怎么进抠圈的？我好像是同学拉的耶，同学就是说有漫展，然后有角色扮演这个东西，至少要角色扮演吧。之前要角色扮演，我不知道。对，就只是角色扮演。我们都会说要不要抠，要抠，要出什么？那种有抠的话，已经是有 cos 的这个词出。哦，要问他，因为他比我更早。这种没有词的时候就说同人志。哎，你教同人志吗？真的是一本书这样。那你出什么角色？他看起来登出了。酷啦，皮卡。那时候猎人就有了吗？有猎人很久。抱歉。其实我那时候大部分都是出比较轻装的角色。所以你算是有人带这样。对，有人带。哦，那你嘞？哦，我跟你讲，我完全是新手。然后找我一起玩的朋友，他也是新手。就是我第一个出的角色，其实是韩国有一部电影叫《王的男人》BL 的，然后是李准基演的。我那时候非常迷李准基，然后我就想要 cos 那个角色。是同时进行的，就是我有一个朋友找我一起出魔法水果篮，以前叫幻影天使，但是他出一次他会觉得很麻烦，然后就抛弃我了。带我进去的那个人后来也很快就没有 cos 了。但第一个角色就是我刚才说韩国古装的王的男人的李准基那个角色，然后我超白痴的，我就是很开心的收了那个大全套之后，我就第一次自己去买眼影，然后自己看那个杂志上的教学，然后还自己在那个好像是公园的草地什么的吧，然后我就摆了一个就是这种。哎，你那照片还在吗？现在有可能找不到，然后我还自己 P 了一个很假的蝴蝶。我后来重看那张照片，我觉得那个蝴蝶 P 的超假，但我那时候自己觉得我很漂亮，而且我还用真发，我那时候是长头发，然后它是一个公主头，印象超深刻。我就这样子绑一个，然后一个红飘带，然后我就这样子，然后就是一个蝴蝶。第一次感觉说自我感觉良好，对不对？没有啊，我自己用那个眼影画完觉得超漂亮，可是我后来看那张照片，我发现我脸上根本没有什么妆，但是我的姿势就是太优美。当时觉得很美，后来看觉得好像跟我记忆中的我不太一样。我发现好像大家都会讲，就所谓的黑历史。以前说黑历史是真的很黑，你会觉得回去看那个相簿，哎，我的动作怎么每张一模一样？现在的 coser 真的很难拍然后出黑历史，陶醉这样。对，因为你会觉得，因为现在就是很多东西都已经蛮完整。哎，我刚开始我是底片哎，我是重是没有，我也有，就是拍完看不到，要洗出来盲拍。哎，你呢？你第一次你 cos 的时候感觉是怎么样？我就觉得蛮好玩的，因为就是跟好玩，跟同号嘛，然后就觉得然后大家要摆 pose，然后而且有这种感觉这样子。我第一次 cosplay 其实是跟我的高中同学放榜之后，为了庆祝，所以我们就是去 CWT， 然后就是在场外团拍啊，小朋友的盛事。对，然后就有一种很兴奋，因为那时候刚考完试，所以那时候哇好兴奋，大家就约了。然后我那一套我出黑崎蜜嘛，然后黑崎蜜是一个穿橘色 T 恤，然后很路人，对，然后花了我快9000块，我从来没有花这么多钱在一个角色上面，然后是我的第一个，不是买名牌，因为我那时候从头到尾很有仪式感，你开始就很认真哎，很认真啊，我一开始很认真啊。所以你入坑也是朋友带入坑的吗？还是算是，就是我们那时候有一个朋友，然后他就是然后被同学带下来之后抛弃，对啊，抛弃在圈子真的。好，结论终于找到为什么入坑了，都始乱终弃。对，我们就是被终弃的那一个。因为这一集要讲说为什么我们那么喜欢 cosplay， 所以就讲到 cosplay， 它其实是一种瘾，对我们来说有一点 cos 就有点怪怪。cos 对我有吸引力的地方，是因为它始终可以有新东西挖掘，它就是有很多多元性，可以让我一直觉得，哎，这个东西
还是好有趣。而且因为我玩 cosplay 之后，我学会超多东西，像我现在做假发也还确实我 OK，也是然后化妆也 OK 嘛，然后摄影现在也挺好的。我前期是为了想要自我挑战，就是挑战不同的角色，但是我到后期我觉得是他人的回馈。就如果说我 PO 的东西，如果都完全没有人看，可能就会渐渐的越来越少 cos。可是我会称赞你呀，你很少称赞我。我有说好棒啊，我说没有，你很常叫他称赞你。对，我我称赞都是你们带给我的，称赞小鸭，所以我才能继续的玩。我那时候会这么常出脚，我那时候是觉得有一个感觉让我很爽，就是我在最喜欢、最想要扮这个角色的时候，可以扮到他，我就觉得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痛快。可是他讲的是很重要的一个感觉，因为有时候我觉得 cos 是一个冲动，你很想要出这个角色，然后你就赶快去准备的东西，然后出了，你就很爽，没有求什么，就是觉得好爽，就觉得心愿已了。那如果说你出了之后，然后得到很不错的反馈，你就觉得更爽，大概是这种感觉。那我们玩了这么久，你们有觉得自己最印象深刻的 cosplay 是什么？我应该是去俄罗斯拍照，因为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冰天雪地，然后在一个极限气候下拍照。然后还有我以前拍一本阴阳师大天狗写真书，那次也蛮极限的，就是我自己做衣服，然后去一些很难去的地方，我穿着衣服爬那种黄金神社。我个人是蛮喜欢去外景拍照的。我想到外拍，我就想到干我最难忘的就是因为以前摄影棚比较少，所以几乎都是外拍，我找废墟。然后有次找废墟的时候，我就被警察抓。原因是有民众打电话给警察局说有人在那边拍A片，我就傻眼。他说太空战士的卡达主哎，请问要怎么 A？ 我全身包超紧的皮衣耶，然后我就坐了警车，然后去警察局泡茶。那有没有什么时候是会让你觉得就是好想放弃，我不想玩？当我在化妆的时候，我不想放弃。你什么时候有化妆啊？我就问你，你的扣子妆是他画的，他才想放弃吧？对，我每次想放弃的时候，就是因为我要同时画我自己，要画你。你都好早起。没有，可是我跟你说，我觉得我是真的喜欢角色扮演这4个字。就是角色扮演，你不喜欢角色扮演之前的过程啊？对啊，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我喜欢事前的，你喜欢人家帮你扮好。不是，我喜欢演戏，你懂吗？就是我喜欢挑战，就是我可能没有挑战过的角色。你有没有想过要扮演之前是有人要帮你完成？其实我有一次真的有放弃过，我好像有过短暂的离开过。因为我那时候我们2个放弃是因为就我们2个谈恋爱了。但我们那时候离圈除了谈恋爱是一个原因啦，但我们并没有离开拍摄跟离开角色扮演。我们那时候其实是拍一些人像的东西，就是自己开始会自创一些就 OC 是 original character。因为以前的 cos 照其实比较单纯，就是人像，就大家人在摆几个 pose 而已。然后现在的 cos 照比较多变，比如说一些意识形态的，就是有一些很厉害的后置。放弃的时候是因为 cos 照都很单纯，所以我那阵子就比较没兴趣。我是有一阵子也是有点倦怠、有点腻了的那种感觉，但是后来我就发现，拍影片蛮好玩。所以让你重回热情是因为其实是因为影片，然后重燃热情也是因为就我发现，cos 圈现在拍照的风格越来越多变。不是你重燃热情，是因为我去英国念书，然后你无聊，你跑来玩 cosplay， 无聊去玩，然后才发现它有更多的变化。所以你重拾热情的时候是他不在场的时候吗？对，这个时候就不需要化2个人的妆。我现在开始觉得好累哦，我要做2顶假发。不是，我告诉你，我给你一个机会让你练习，就是当你的另外一半够废的时候，你会变得更厉害。并没有。刚刚因为我们讲到说重回热情，重回之后又没有离圈，原因是什么？我还喜欢这个东西吧，所以我觉得其实就单纯是我对它还有热情吧。也许我有很多正面的反馈，这也是原因的一部分。但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我自己还在热衷这件事情，其实就顺其自然。其实我不太会想说要玩到什么时候。对，我就讲这个，我不得不说，因为有时候会看到就是可能有人发文会说什么，因为要退圈宣告。我想说 cos 圈又不是演艺圈，但是我是觉得其实动力你算是要自己给自己的吧。因为总是去期待别人给你一些正面的推力，其实蛮容易倦怠。而且回过头来，就是你 cos 还是要为了自己喜欢这件事情而 cos。如果你的 cos 一开始出发的动机就是因为想要成为一个网红，或者是要被人家关注的话，那其实是也不是不行，但是你会比较容易疲倦。对，顺其自然就好。可是我一直有一个梦想，因为我很想跟我的粉丝和观众一起老。你就不用梦想啊，我们都会老。对，我意思是说，自然的老了的时候还可以 cosplay， 然后
粉丝都还是会来。我多少也是会为了粉丝而更努力。对，虽然说我相对不那么在意别人的想法，但是如果有人给正面的回馈，就是谁不会开心？对因为会很开心，因为大家有期待，我也会会想要反馈他们的期待。今年年初了，我们既然还在继续 cosplay， 既然都还有热情，你们会给自己设定目标吗？或者不会啊，我是 P 人没有计划。什么？我大 J 人，那你就跟着我走好了。好，我跟着你。好，哦，有啦，写真书我也有啊，我4月底应该会出一本下一周的写真书。4月底有一个乙女 only 场，所以想要在那一场出。然后我想要帮Emma出写真书，你太久没有。你要出什么写真书？因为我就是之前出了那个7大罪嘛，然后什么傲慢啊、嫉妒，我很期待那个系列，我觉得那个系列很漂亮。对，然后还剩一个没拍完。我们是一个，我那7个就拍完了。那你要委托小妖帮你做，整死我。因为今年是七宗罪这个会完结嘛，然后下一个原创的应该是精灵系列，之前有拍过一些精灵，我可能再补1-2只，然后那个想要再出一个精灵的东西。如果是我个人的 cos， 很多时候都是完成他的变装兴趣，真的算是他的换装娃娃嘛。对，然后我喜欢表演，我喜欢拍照，小孩就跟我说给我一个什么感觉，我这次要拍什么什么东西，我就很兴奋说导演叫我拍这个，导演叫我拍这个。所以你的写真书其实也是我的作品，他的作品集。哎，那我的是你们是成果发表会，而且是他修的图，他排版的，我拍的照片，他化的妆，他做的假发。我 model 啦，我今年倒是如果可以的话，我蛮想要看看有没有机会跟不是台湾的 coser 一起 cosplay。像我们这次在马来西亚就遇到粉丝，我就跟他说，我可以帮你把礼物转交给某某 coser，他就说啊，你跟他认识，然后我就想说约会约吃饭，我跟他超常碰面的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你们私底下会一直吃饭。哦，对，所以其实就是朋友算是不少，可是就是可能一起 coser 比较没有那么多啊，所以今年就希望可以继续吃啊，不，你就想吃饭，不要说。台湾吃饭王这样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是分享蛮多关于我们的 cosplay 的一些心路历程，然后还有一些杂谈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也希望你们可以分享给我们，就是在下面留言说你第一次 cos 是什么东西呢？或者说接下来想要 cos 什么呢？还有大家为什么开始玩 cosplay 的？没错啊，那我们下个礼礼拜我们的频道要记得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还有加入会员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